Hello， 小伙伴们好呀，我是阿 Chris。本期的视频呢，就给你们带来最新的4星雷系角色97人的养成攻略视频，主要会跟小伙伴们带来97人的技能详解、角色机制玩法、武器、摄影物的配置和配对思路。在捞97人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不小心歪出他的老大幻龙一斗呢？如果对一斗的养成方面有任何疑问的话，欢迎小伙伴点击右上方的资讯卡去观看我较早期制作的一斗养成攻略视频哦。如果一斗在养成上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话，我也会在近期内给小伙伴们补上。不想错过的话，别忘记点个订阅哦。那么让我们开始本期视频的内容吧。97人是一名4星的雷系角色，主要是作为一名可挂雷的奶斧使用。在90级后，有着4星角色里面第2档高12289的基础生命值，而97人的突破属性是生命值帕数，在80级等级突破后会有额外24%的生命值提升，但是一般只会把4星的奶妈角色升到80级，所以在80级的时候会有18891的基础生命值，以及突破额外18%的生命值加成。作为主要依赖于自身的最大生命值来提供奶量和伤害的97人来说，是一个相对非常契合自身基础面板的数值。那么接下来97人的天赋技能方面，97人的普攻和倍率一般般，并不是主要的核心机制，和钟离夜郎一样，有着很好看的动作模组，但是没有什么卵用。97人作为奶妈最核心的天赋技能元素战技 E 乐符草轮，在97人开元素战技 E 后呢，会消耗自身30%的生命值上限，对敌人造成一段的雷元素伤害，并召唤出乐符草轮跟随场上的角色。这个乐符草轮呢，可以持续12秒，有着15秒的冷却时间，每 1.5秒持续对周围的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同时基于97人的生命值上限，为场上的角色恢复生命值，总共可以提供8次的奶量和造成8次的伤害。在解锁97人的2命后呢，可以从12秒的持续时间延长至15秒，提供最多10次的奶和伤害。97人自身同样可以享受到乐符草轮的奶量哦。以8级的元素战技为例，在97人有着35000的血量，有着270的元素精通，武器呢拿着80级的铁锋刺，摄影物带4000元，主词条带的是奶妈常规的神神字，每 1.5秒呢可以为场上的角色提供3003点的奶量，再配合97人的固有天赋 E， 在97人的生命值等于或者是低于50%的时候呢，可以获得额外15%的治疗加成。所以在97人的血量等于或者是低于50%后呢，每一次都可以提供3668点的奶量，整个12秒的循环下来呢，可以提供接近3万点的奶量，整体上的奶量呢还算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在伤害上呢就没有什么看头了。元素战技 E 乐符草人所造成的伤害呢，都是基于97人的攻击力，而97人本身几乎都不叠加攻击力，所以草人的伤害整体上是挺拉的。而97人的固天赋2可以根据自身75%的元素精通来提高治疗量，和25%的精通来提高草人的伤害。如果97人有着100点的元素精通，就可以提供额外75点的奶量，还有额外25点的草人伤害。97人的元素战技 E 在产出方面呢，在12秒的持续时间内持续命中敌人的话呢，可以产出3到5颗的元素威力。97人的元素爆发 Q 预言迷人 E3技需要耗费60的元素能量，可以创造出一个结界，根据97人的生命值上限对敌人造成多段的雷元素伤害。在解锁97人的1命后呢，可以增加元素爆发的伤害范围哦。如果97人的生命值高于50%的话呢，这个元素爆发可以持续2秒，造成总共7段的雷元素伤害。如果生命值等于或者是低于50%的话呢，元素爆发 Q 就可以持续3.5秒，造成总共12段的雷元素伤害。在总伤害方面，前一段的总伤害呢是97人生命值大于50%时候7段雷元素伤害的总倍率，而后半呢则是生命值等于或者是低于50%后12段雷元素伤害的总倍率。97人的元素爆发 Q 虽然可以基于最大的生命值来计算，但是呢在整体的伤害上呢还是差强人意。以8级的元素爆发 Q 为例，在有着27000的血量、69%的暴击、176%的爆伤，武器呢拿着绿箭、摄影物2中4加2如雷、生雷暴的条件下，搭配万叶的扩散增伤，97人元素爆发 Q 的单段伤害4010，如果全部暴击乘以12的话呢，也就48120的总伤害。在半血的情况下呢，也只有2194点的奶量。除了需要叠高双爆和生命词条，也要额外耗费词条来叠一些的充能，来保证97人的打造循环，整体的造价偏高。在亏欠了自身奶量的情况下，这个输出量并不是特别的乐观，所以在97人的养成方向方面，比起强硬提高97人的伤害，我个人更加推荐把97人作为奶妈使用，有着更低的培养成本，同时也可以节省很多的资源，轻易发挥97人作为持续挂雷和奶的功能。最后在雷元素附着方面，不管是元素战技 E 的乐符草轮，还是元素爆发 Q 都是挂落雷哦。和一般的角色一样，会受到元素附着 CD 的限制，大约每 2.5秒才能够挂一次的落雷附着。在技能加点方面，优先升级元素战技 E 大于元素爆发 Q， 普攻可以完全不需要去升级哦。97人的主要关键命肉为2命、4命和6命。2命可以延长乐符草轮的持续时间，从12秒延长至15秒，可以提供无缝衔接的奶量和挂雷。4命在角色有着草轮跟随的时候呢，使用普攻、重击或者是下楼攻击后呢，多了每5秒一次的雷元素范围血障，每5秒多一次伤害和挂雷的手段。6命和胡桃的6命有点类似，主要呢是防止97人在压血的时候呢突然间受到伤害而暴毙。在生命值低于25
25%的时候呢，还可以提供额外125点的清通，来提高1年内的奶量和元素爆发 Q 的伤害。虽然2命、4命和6命都是97人的关键命座，但是97人对命座的需求并不大，只要有0命的97人就已经是一个完全体，已经可以发挥出它全部的功能。所以想要捞97人的小伙伴，只需要捞到0命就已经可以停手了哦。大致了解了97人的天赋技能后，接下来这个部分呢，就来到武器以及圣遗物的推荐。首先呢，在武器方面，5星武器首选仓谷自由之势。97人作为奶妈，基本上对双爆和充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而仓谷的精通词条可以提高奶量和巨变反应伤害。97人可后台长时间的元素战记忆，很容易跟其他的角色触发元素反应，触发仓谷增伤和攻击拐的效果，为队伍带来更高的伤害收益。如果是97人的真爱党玩家，想要挑战97人的输出极限的话呢，可以选择攀岩节律，不管是绿箭超高的暴击词条，还是武器效果的生命值提升呢，都可以最大程度提高97人元素爆发 Q 的输出上限。4星武器的话呢，可以选择可锻造的铁锋刺或者是西风剑，因为97人在机制上和攻击力没有什么挂钩，所以铁锋刺所提供的精通可以提高奶量和反应伤害的收益，远高于其他的4星武器。至于西风则是可以为队伍提供一些的充能收益，但是西风在后台呢是触发不了武器充能的效果，在需要牺牲治疗头和一些生命词条的条件下呢，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的合适，只能作为完全没有原配来锻造铁锋刺的最后选项。在圣遗物方面，我个人推荐4000元，除了有着97人最有效的生命词条外，97人可长时间后台触发伤害和奶的元素战记忆、乐符草轮呢，都可以稳定触发1000元事件套战绩，命中敌人后提升20%攻击力和30%护盾强效的效果，让97人多了可以提供攻击拐的功能。除了1000元外，也可以选择4海卵来触发泡沫的伤害，但是因为97人的奶量并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在泡沫的伤害收益并不高。这里就给小伙伴们直观的演示吧。80级的97人有着32000的血量，8级的元素战记忆，武器拿着铁锋刺，圣遗物4海卵主词条神神字，在97人半血的条件下呢，每 1.5秒可以提供3739点的奶量。97人的元素战记忆在12秒的循环内，总共可以触发3次的泡沫伤害，头2次可以造成9086点的泡沫伤害，最后一次6057点的泡沫伤害，总额24229点的泡沫伤害。整体的泡沫伤害比较一般，对我个人而言呢是可有可无的伤害。如果在刷滑管套有很多的海卵套，又懒惰再去刷1000元套的话呢，是可以选择带上海卵套的。主要再配合类似于约拉这一类本身的攻击力就已经溢出，同时呢也可以一直触发超导减无抗的体系，海卵套的收益呢还算是相当不错的。除了4000元和4海卵外，还在刷着风套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先带着4少女来过渡。如果是前期还没达到45级的话，可以先带上2游1加2冒险者前期过渡使用。在圣遗物的主词条方面，头戴治疗加成，如果武器用的是西风剑的话，头就带暴击来触发武器的充能效果。背和沙漏同样都是带生命的主词条，如果是把97人搭配感天体系，自身有着比较好的操作的话，主词条呢可以带上纯精通。以我的纯精通97人为例，在有着28615的最大生命值，放弃生生制纯带元素精通，有着748的元素精通，生命值少于或者是等于一半的话呢，可以提供2847点的奶量。在感电方面呢，每一次都可以触发6229的感电伤害，整体上呢还算是相当不错的，只不过在泛用性上呢会比较受到限制。副词条方面，优先对生命大于精通大于充能 BA 面板方面推荐生命值35000或以上。如果是真爱党玩家的话，想要把97人作为副 C 使用的话呢，圣遗物可以带上2000元加2中士或者是2卢雷，头呢带暴击或者是爆伤，背呢带雷伤背，沙漏带生命杀。副词条就和常规的副 C 同样，优先推双爆大于充能大于生命，把暴击推到60%或以上，爆伤150%或以上，充能150%或以上，来保证97人的大招循环。这一套的配置只推荐资源充裕，同时又是97人的真爱党玩家哦。如果只是一般玩家的话，跟着奶妈圣遗物的配置带生生之即可，简单便宜又省事。97人在实战的手法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如果你带的是类似于海卵套这一类需要最大化97人的奶量来最大化海卵泡沫的伤害，又或者是作为副 C 想要最大化97人元素爆发 Q 伤害的话呢，就需要时刻确保97人奶量都低于或者是等于50%来最大化收益。但是因为97人在开元素战记忆的瞬间呢是不会回血的，所以呢在实战的时候呢也是相当容易拿捏的。接下来在97人的配对方面，在现阶段的版本97人主要是作为挂雷的奶妈使用，搭配现有的感电体系如沙滩或者是公子的武装队，解决原本武装队里面缺乏奶的问题。虽然在这一期的菲谢尔和北斗的双雷养成攻略里面有提到有想要用97人来替换掉菲谢尔的想法，但是在实测后呢97人的充能和伤害的收益呢都不如当前菲谢尔和北斗高。如果替换掉菲谢尔或者是北斗其中一员的话，在整体的输出上会有一定的下滑，但是呢可以换来更加安逸的输出环境。虽然在沙滩的武装队里面呢，沙滩是可以牺牲一些的精通带上精魄来解决奶的问题，所以就算是有玩沙滩武装的小伙伴，但是自身的资源比较缺乏的话呢，97人也不一定是一个刚需。拉一个4座精魄成本远比拉一名角色更低，因为想要沙滩带精魄来解决奶的问题的话呢，只对精魄的精炼有要求，只要有一个精武的精魄，就算不升级也已经可以发挥出精魄奶的功
功能，让沙滩武装在解决了奶的问题同时呢，还能保留菲谢尔和北斗的高频后台伤害。除了双雷的武装体系外，97人也可以搭配双水的配对体系，如沙滩战场搭配夜兰加星丘的双水体系，又或者是搭配灵人的双水，都是有着相当不错的效果。除了搭配水系角色，97人也可以搭配物理的主系尤拉充当奶妈和挂雷的功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解放班尼特或者是雷神到其他的配对体系，或者是搭配他的幻龙派老大幻龙一斗的三眼体系，作为持续触发金盾和提供奶的角色。除了可以缓解一斗的生存压力外，长时间后台持续触发金盾，也可以最大程度延长五郎二命后元素爆发 Q 的效果。好了，以上就是97人养成攻略的全部内容啦。总结上来说，97人作为4星的雷系奶辅角色呢，在整体上还是相当的不错，尤其是可挂雷可奶的这一点，随着未来更多的角色和体系的上线，相信97人也会有更多的发挥空间。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在最后离开前，别忘记点赞和订阅来支持阿 Chris 哦。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吧，拜拜。